不满意的锅子。锅子对总在火上沸腾感到了厌烦，他向木棒抱怨道：“我在这儿真的待不下去。”我自己也很想离开。木棒回答说：“咱们一起走吧，朋友。”我不介意，旅途上有个伙伴更开心。于是，锅子与木棒一起上路，周游世界。他们都没有多少脑子。锅子，你们也知道，锅子里面是空的，而木棒可以说是笨得出名。不过一开始，他们还是过得挺好。在路上，一头愤怒的公牛攻击锅子时，木棒跳过去，把牛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木棒在打牛的时候，锅子跳到了河里。你游吧，游吧！木棒喊道。等会儿我也跟着你游。棒子打到厌烦后跳进水里，怒瞪着红眼的公牛追不了他们，只能在河岸上无奈地怒吼。在村子的尽头，流浪的狗群跟牛有一样的下场。当狗群攻击锅子时，他对棒子喊了一声：“打他，打他，老兄！”于是，棒子朋友把狗也狠狠地打了一顿。他们就这样默契地走过一村又一村。有一次，他们碰见了一个丑陋的老恶魔。老恶魔从来没有见过会走路的棒子与锅子。面对这样的奇迹，他被吓得都快掉了魂儿。哎呀，真可怕！哎呀，真可怕！他急匆匆地飞跑到山洞里。他跑得太匆忙，没发现袋子漏了。闪闪发光的金币一个一个地掉了出来。不过，锅子和棒子发现了。捡起来吧，老兄！棒子听见后，赶紧把金币捡了起来，放在锅子里。锅子老兄正好被放满了，这样他的脑袋就不是空的了。哎呀，运气太好了！他们互相说着，给未来的舒适生活编了1000个不同的计划。锅子暗自想：我要找一个古锅匠，让我长生不老。我要他把铁丝紧紧地、密密地捆在我身上，这样我就不会裂了。长生不老有了保障，我就要享受生活。我要向一位处女行贿，让她每次都把白菜肉卷儿存在我这里。因为锅子老兄非常爱白菜肉卷儿。棒子一直强忍着的虚荣心也冒了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老爷了。跟我的伙伴分完钱，我要去找个铁匠，让他在我头上加个金球。不过，如果金币都是我的，我不仅仅可以装金球，我整个头都可以用黄金打造。见鬼！要是这样的话，还真是厉害呀！这样我会是全国最特别的棒子，可能国王都会看上我，让我当权杖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不能带走全部的金币呢？我难道不是更强的吗？他有了非常邪恶的杀人的想法。晚上，累坏了的锅子闭着眼就睡着了。棒子偷偷走到他旁边，用力一击，把他打死了。好运气就这样变成了不满足的锅子的不幸。
锅子的陶瓷碎片咯咯作响地喊道：“凶手！凶手！”但邪恶的棒子根本不在乎，把金币装在袋子里，直接找铁匠去了。你好，铁匠师傅。哟，棒子兄弟，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啊一袋金币，铁匠师傅。该死的，你在哪儿搞到的？在马路上捡到的。棒子假装善良地回答道：“你只是个棒子，用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呀？”师傅，请您给我做个势头。铁匠把金币融化在一起，打好了势头，然后焊接在了棒头上。喏，你现在很漂亮，可以去结婚了。但金头给棒子带来的不是好运，而是厄运。他来到一片森林，被赫赫有名的强盗亚诺西克看见了。于是，强盗对他的手下说：“如果我没看错，那个棒子的头是黄金做的。你看看，马切克朋友，多么光辉灿烂呐！追上他，把他抓住，拿下他的头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”他们对棒子大声喊道。当然，棒子没有停，而是绝望地往前跑。棒子气喘吁吁地爬到一座高山的山顶上，但强盗们还是紧紧跟着他。下面的深渊里有一条河，哗哗作响地流着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跳下去了。棒子鼓励自己道：“我是棒子，我是木头做的，我会游泳，我会游到河对岸。我会游泳，我是棒子，我是木头做的，我会游泳，我会游到河的对岸。”于是他啪嗒跳进了水里，汹涌的波浪很快淹没了他，他再也没有回到水面上。作为棒子恶行的报应，重重的金头把他沉到了河底，他就这样被淹死。